列车的歌声。寒假前的最后一天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结束了打工，匆匆赶往返乡专车的发车地点。这趟车是大夜班，开往南部的直达班次，时间长达6小时。对于我这种睡眠不足的大学生来说，正是可以补眠的好时机。登车后，我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后排座位少有人坐，车厢里显得格外安静。拉上窗帘，放好行李后，我闭上眼睛，期待着一觉醒来就能看到熟悉的家乡景色。然而，这趟旅程注定不平静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了低低的歌声。那是一个女生的声音，轻柔而婉转，像是在哼唱着某首老歌。旋律有点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歌名。起初我以为是手机音乐，摸索了一下，却发现耳机还好好的塞在包包里。车厢里一片静谧，只有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偶尔打破寂静。我偷偷睁开一只眼睛，瞄了瞄四周，其他乘客不是低着头滑手机，就是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，没有人在唱歌。可能是幻听吧，太累了，我心里这样安慰自己，翻了个身继续闭眼休息。然而歌声却变得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就在我的耳边。歌声越发清晰，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，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。车窗外一片漆黑，路灯的光线不时从窗帘的缝隙间扫过。我忍不住掀开窗帘往外看了一眼，看到的却让我头皮一阵发麻。窗外的玻璃上映着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像是一个长发女生低着头，嘴唇微微开合，正对着我所在的座位唱歌。我猛然转头向旁边看去，车厢里一切正常，窗边并没有什么人。然而当我再转回去看窗户时，那影子已经消失了。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我试图用逻辑解释刚刚的情况，可能是反光，也可能是自己太累眼花了。正当我试图平静下来时，车内忽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。那是一种低沉的抽泣声，似乎是从车厢中断传来的。我压低身体，向声音的来源方向望去，但其他乘客似乎都毫无察觉，依旧各自安静地待着。抽泣声越来越响，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歌声。忍无可忍的我按下服务铃，准备叫司机来查看。然而按钮却毫无反应，灯光也没有亮起。我压低声音叫了2声有人吗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这时候歌声突然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的嗓音，仿佛有人在耳边说了句看窗外。我鼓起勇气再次掀开窗帘，却惊恐地看到高速公路的防护栏外站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生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她直直地看着我，嘴唇微微张合，像是在唱着什么。可当我仔细看她的脸时，却发现她的双眼是空洞的，像是失去了灵魂。我的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，慌乱地拉上窗帘，不敢再看。突然车子猛地晃了一下，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。司机急踩刹车，车厢内的人群一阵惊呼。司机探出头来查看情况，却对我们说没事，只是压到一块漂浮物，请大家不要惊慌。可当我试图跟身旁的乘客讨论刚刚的异象时，他们却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像是我刚刚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到达南部的终点站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冲下车，想甩开这段怪异的经历。然而那女孩的身影和歌声却像烙印般深刻在我的脑海中。几天后，我将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地的朋友，他听完后脸色凝重，告诉我这段高速公路上几年前发生过一场严重的车祸。一辆小轿车在深夜失控翻覆，一位怀有歌唱梦想的女孩当场身亡。据说她正赶往南部参加一场演出，车上还放着她录制的试唱带。有人说，她的灵魂因为对未完成的梦想感到不甘心，至今仍在夜晚徘徊，特别是过年期间，当她看到返乡的旅客时，会忍不住哼唱她未完成的歌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情说不出的复杂。
我不知道自己那晚究竟是幸运地逃过一劫，还是无意间成为了他未完成心愿的听众。知道会很辛苦，但你没一丝犹豫。